日前，欧盟、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相继对中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所谓制裁。面对再三挑衅，中国先后在3月22号、26号和27号对欧、英、美、加相关实体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至此，短短1周，中国已累计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31个机构和人员进行制裁，打响涉疆博弈反击战。观察家注意到，中方对美西方3轮具体制裁也有不同特点，其中对英国及欧盟制裁还包括受制裁个体的直系亲属，而对美加制裁仅指向上绑的个人和实体。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号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同时，此前中方对美方在涉疆问题上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人员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自称是一个独立跨党派的美国联邦政府委员会，委员由美国总统和国会2党领袖任命。成立之后，他就自说自话地在世界范围内当起了宗教或信仰自由情况的监督员，向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政策建议。通过浏览该机构网站，不难发现中国是该委员会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不仅仅在网站上明确写明盯上了中国，有的在扯西藏，有的在造谣新疆。值得玩味的是，这个所谓关注宗教问题的委员会对香港问题也指手画脚。2020年12月，该委员会宣布黎智英为宗教良心犯。此外，该机构自2000年以来连续发表21个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都把中国列入所谓特别关注国名单，并年复一年的如法炮制，使该报告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有对抗性和冷战思维的文献之一。而此次中方制裁的加拿大议员庄文浩是此前加拿大议会涉疆种族灭绝动议的提出者，而且他长期借反华言论来攫取政治资本。现年50岁的庄文浩是荷兰裔和华裔混血，他在2016年曾竞选保守党党魁失败。他总结失败原因时表示，是因为自己知名度不高，因此迫切需要提高知名度。所以反华牌成为庄文浩提高个人知名度的政治工具，一切反华的议题，庄文浩都试图掺和进去。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庄文浩妄称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借此蹭热度求流量。去年10月，庄文浩还以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的身份，与台当局在加拿大的联络机构负责人陈文仪通电话，声称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并称新冠病毒是中共病毒。在美国推动美日印澳4国机制成为亚洲小北约的时候，庄文浩又声称要力促加拿大加入4国机制。此外，庄文浩还猛烈抨击加拿大华人在中国国庆节举行升旗仪式的传统。面对中方制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推特账号发文，妄称这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在特鲁多这条推文下面，有网友说，制裁这个东西只有我们实施的时候才是好的，而我们一直都在实施。也有网友表示，您有国际合作伙伴吗，总理先生？您的自负把他们吓跑了。如果您有很好的外交政策天赋，加拿大就不会到现在都没有疫苗了。对于中方此轮对西方国家的反制，深圳卫视注意到，相较于对美加相关人员的制裁，中方此前对欧盟和英国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的制裁，中方特别提到禁止有关人员的直系家属入境，包括前往香港和澳门。22号晚间，外交部副部长秦刚还召见了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玉白，代表中国政府就几个小时前欧盟外长会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做出单边对华制裁决定，向欧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并通报中方有关反制措施。第二天，秦刚则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我们的对相关人员和组织的制裁都是非常精准的，这些人、这些组织长期在涉疆问题上就近年来非常活跃，做出了很多的反华举动。我想呢，我们的这种精准的制裁应该能打痛这些人，对西方的在涉疆问题上搞反华举动的人和组织形成很好的震慑效果。实际上，近期关于新疆棉花事件的一系列炒作，一直停用新疆棉织品。
作为关键角色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BCI 也启动所谓强迫劳动调查，具体由 BCI 上海代表处负责。调查过程遵循3重认证，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不断受益也与此有关。回顾整个2020年，美国政府对新疆棉产业频频出手打压，从美国财政部要求美国公司完成与新疆52家棉企的清算撤资，到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棉企发布进口禁令，几项措施几乎封堵了新疆棉产品的出口渠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呢，首先一点就是为了祸乱新疆，通过打击新疆的主要产业，通过抹黑我们的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呢，实际呢是为了延缓或者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为了对中国进行不正当的这种战略竞争。周六，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发布声明称，国民联盟坚决反对污名化新疆棉行径，将联合全体成员单位和相关品牌企业，全力支持和推动新疆棉花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中国棉花自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声明同时指出，对于近期部分国际品牌及机构基于虚假信息在商业活动中排除新疆棉的行为，引发中国各界极大愤慨。联盟长期在新疆进行棉花生产、加工等工作，从未发现强迫劳动现象，呼吁国际社会正视新疆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取报酬的正当权益。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那么就涉疆问题，中国与美西方博弈一直在各方关注焦点。那目前呢，中国已对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部分个人和机构予以制裁。那您如何来看待中方行动呢？主持人好，中国呢很清楚，当今世界正处于变局当中，知道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对这个欧美英加的部分个人和这个机构呢予以坚决的制裁呢？2个原因，一是在美国撺掇下呢，这个欧盟以莫须有的罪名干预新疆问题，对中国有关个人和机构予以所谓的制裁，那么得到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呼应，这呢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需要中国呢以反制裁来这个平衡政治和外交这个态势，还原真相。二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呢对新疆事务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完全呢是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而进行的政治操弄，无中生有的编造故事来抹黑中国，制造外交纠葛。那么有的呢，则是打着学术的旗号从事反华活动。这次中国制裁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个人和机构呢，可以说是定点打击，就是要把那些麻烦制造者呢一一的揭露，精准的制裁。我个人认为呢，中国之所以要坚决的进行反制裁，就是要拨乱反正，让世人知道真相。通过制裁这一外交大招，让人们觉醒，新疆呢并没有发生他们所谓的种族灭绝，这是发生了反华势力通过编造故事来干预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荒唐行为。那么这些谎言呢，必须立即揭穿，这些错误呢，也必须尽快的改正。这制裁呢，就是打扫灰尘。毛泽东呢早就讲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这个扫帚不到，这个灰尘也是不会自己跑掉的。